这得搁着，这也得搁着，搁着，这得搁着，拿着，这是可以搁着，还带着茶盘。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农家菜特别好，对。你老板等了3个小时，让老板单独炖的，老母鸡炖的啊，咱平常在外边吃不着这种。到这个点儿，从济南市区赶过来就已经挺饿了，早晨没吃多少。好吃，下次再来。咱们逛一下，先上这家店，这个我得搁着。这往上这放上盆花呀，弄了个景，还弄个灵璧石，味道就出来了。这得搁着。这玩意儿现在也挺稀罕火了，玛瑙，上面这个花，你这一粒的带脑的，你看像胡头似的。有时候越有这样的还越贵啊，这就路分问题。这要是个鼻烟壶啊，你们有个3000、5000拿不走啊。但是呢，挺好玩的，没事还当个手把件儿。老玛瑙都清代的，插个烟，这地方镶个银条，这很香。啥来着？这是老和尚的人，不合适。拿着。这边还有一家店。这个就不应该摆到这儿，影响你的形象。真的，我说的真事儿，你这都很好，你往里边摆。这全，茶子，卤肉。往回。还带着茶盘，万寿无疆，漂亮，年份越前。现在呢，但是能列为古董类。567。给我绝对得低于市场价。这在家喝茶，绝对你比现在买套实惠的多。你这价，你想买套新的，你买不着。哎，好了，好。这家店再逛一下，素描的，有时候不是素描，大部分都有点毛病。你像这个，很多客户接受不了，你看，这不是蚕啊，窑里带的，咋整？是吧？这种也对不了，但是呢，也就这一点毛病，人画的还挺规整。别的都没毛病。你看这鸡爪纹，咱们开门，还能照这么里面。这鸡爪纹其实是在古代就前些年就是鉴定真老的这种依据啊。而且你老的鸡爪纹的话，它在内部会形成那种，对，能照着了啊，能形成那种它的脏都沁进去了。新的鸡爪纹有时候故意弄茶叶水往里沁，有很多人以为是毛病。你看这么厉害，看这边啥都没有啊，圆形的啊，胎和釉，它这个接触的时候膨胀系数不同，里边就会出现这种特别的这种冠体了，很多见。你像这种这没毛病也得拿着啊，在我们行里看都不是毛病。你想就是说苛求这么完美，咱们超市的盘子呀、碗呀，你一点瑕疵都没有。那个你再放上100年也不值钱，流水线生产，不是独一无二。你像这种，全世界没有一个同样的，很少见。每一个人技法都不一样。看这个挺好的，是吧？卷糕我也放弃，你看吗？窑里烧制过程中形成的，咱这不算毛病了。这没办法，一个大冲，又冲到底了。橘子全是橘子，为什么打橘子？在古代就很珍贵啊，不是说我坏了我就得扔了。那现在很多人接受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物质生活水平啊，个人手里钱也多了，我宁愿买个全品，所以说有时候就不接受。对于我们来说的，放那里插画也不影响，为啥？便宜。你看像这一个一品富贵牡丹纹的12瓶多好，盘口了，这就烧的过程中也形成一个这个。关键你看这个底下这磨损这样，都不知道传承多少年了，就那时候人们也会接受它，包容它。但是看吧，这地方碰了一下哈，与它没有关系，又有一个重现。那这个，没法拿，你拿了以后，你客户不行，对，你这东西不行啊，都坏了。所以说你这买古董啊，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啊，很难，有时候下来看，我还是那句话，你看我东西挺多，都是这10-20年的积累，慢慢的才有。
也白搭。这可以，轻的，软囊，木头眉毛的，我这边检查的。好嘞好嘞。这里的这。那边还有一家店啊，过去逛一下。这个大有讲究，红线棉质，民国的啊，典型的民国胎。民国时候啊，修胎的时候，这个地方会出现这种，包括这个我讲过很多回了，里边的旋纹啊，这东西还仿不了一般，民国特有的红线棉质。这个贵就是珍贵之处在哪里呢？外国的啊，贵族定制的民国有色黄金，有叶黄金。很多都当官窑的，其实不是，而是只是一个纪念口。一般来说，官窑都会写居人潮啊，红线年制的极少，一般这红线年制都可以列为民窑。终于找到一个，这里可以看，那有多少个喜？完毛，有防盗的。一般不愿收这个为么呢？就是运费太高了。咱车能拉200？差不多，差不多啊。咱去北域，这个一放下一压呀，到现在为止，传承上百年，纹丝不动。哪时候这工艺，立马味道就出来了。对，收获不小，满满当当。哎，把它摞。藏品有贵贱，文化无高低啊，收藏无大小，量力而为之。我对每一件艺术品啊都有独到的喜欢的地方。今天不错，收获满满。我是收藏小哥，喜欢收藏，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我，给我点赞。全是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先别录了，太滑了，你帮我拿一个。好嘞，好的。这是一个拆迁村，然后旧村改造，交通非常不便利，临时找了一个避雨的地方，车离得很远，只能等雨小了啊，等会儿再走是吧？很多朋友都说喜欢看小哥拍视频，我就尽量多拍一点，但是这家人家呢也不让你录视频。给大家说一下我手里这2只宝贝吧，这2只宝贝是非常精致和珍贵的一对清代的大将军罐，就是今天我去的这家大爷家里收到的。这几天啊，他的家人啊、亲戚啊、朋友啊不愿意，说抓紧给送回来，没办法，咱就给拿回来了。来了以后又说呢，那个钱呢都分了，分给他儿女了，又不愿意退，有些时候就是很无奈啊。不过对于我来讲的话，虽然辛苦的跑这一趟啊，但这个宝贝又失而复得，心里还是非常的庆幸。要不怎么说宝玉有缘人？我们对于古董有些时候啊，就是一种缘分，可遇而不可求。我给大家讲一下啊，在我这。给大家大体讲解一下吧。将军罐啊，顾名思义就是形如将军，在明末嘉万时候开始流行，到清顺治左右完全定型了，到清代就发扬光大了。由于它这个顶柱盖特别像将军的头盔然后呢直口中间连腹平足，非常非常的漂亮。上到皇家贵族，下到商贾富豪，全部都是喜爱。而这种东西呢，它是立件嘛，立件又叫琢器，制作工艺非常繁缛关键是像这么大的上百年能保存到说现在没有任何缺失和瑕疵，这已然是个奇迹。关键是成对像这种东西，古代的大户人家一定是很有钱的，才会拥有这么一对。咱再看一下这个纹饰纹饰是菊花，菊花是什么寓意呢？代表长寿，有菊花平安者，就说平平安安长寿一生，这也就是我们老百姓乃至君王、帝王永恒的一个美好的追求。看一下古代那时候的匠人精神，你看看我们整个这个花瓣这种庸簇的感觉，凌而不乱。再看一下这个树叶的阴阳相背。古代烧制一件瓷器贵如黄金。瓷器那时候在欧洲17、18世纪的时候
都可以用黄金来形容。你看，经过了上百年，它都有如玉的感觉，就是玉质感特别。清代纪元否说的《陶雅》里边就写过，说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娇艳夺目，工致殊长。所以说啊，这是到现在为止啊，从清代康熙年间创立粉彩，历经到现在300多年，无可替代。而且那时候都是矿物。唐代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啊，他曾经就说过：“他日若有伶人至，敢笑皇朝不丈夫。”他还说过一首诗：“待到来年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从前乡镇透长安，俺臣尽在黄金甲。”这就是黄巢那个师傅说的，就是说这个菊花只要一开，百花全部都败，耐寒啊，有种伶人志气在里面。这个也表达了其实古代文人中的这种傲骨，所以说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这件东西实在是级别太高，就根本就不可能是普通老百姓家应该拥有的东西。这个大爷非常有个性啊，也不让拍，也不让录啊，也不抽烟啊，非常有个性一个大爷。买就买，不买你就走，是更干脆直接啊。咱也尊重别人的隐私，但往往这些宝贝也都是出自民间的。你无论是拍卖，你还是博物馆，除了故宫那些遗留下来的或者一些大墓建成的博物馆出土的那些之外，其余的所有的珍品，无论拍卖啊，还是说博物馆，肯定都是民间出的啊，就是历史原因流落到民间的。那么我就问，这个东西啊，就跟大爷一样有个性啊，非常了不得。大家听过凤凰衔珠这个词儿吗？我们经常在娘娘的一些凤冠霞帔上就会看见一个凤凰衔着一个珠，所以说我说这个东西不可能是一般老百姓能拥有的，但是确实我们在民间就能遇到各种原因流落民间的珍宝。那我就不卖关子了，那么就在这，我刚才已经欣赏了半天了。凤凰衔珠，咱先说它有多珍贵，咱先说说它的工艺。这个工艺叫什么呢？我看了一下工体是银鎏金，纯银的。那么一般这种东西呢，都是红鎏金的比较多，那么银鎏金的呢，相对来说还少，就级别更高。大家看一下，从这个翅膀的位置依稀能看到这个金的痕迹那么这个翅膀用的是什么的工艺呢？包括这个尾巴上边都是用的蕾丝，一种工艺叫蕾丝。这个蕾丝是非常难的它得先用一段一段的银丝掐成一条条的，再分别焊接。那么有一些极个别的部位，你比如说它的肚子或者是什么，有时候难以制作的时候呢，它会里边加上一种灰，百吉草的灰，把它塑成一个泥团状，然后呢缠到上面，再烧制，烧制的时候这个灰就挥发掉，这是非常繁缛的一个工艺。那么上面除了蕾丝工艺还有什么？纯银鎏金錾刻、锤叶，然后烤蓝，然后这个点珐琅然后铸造，就这点小东西这种栩栩如生的这种感觉，是我们可能现在都很难拥有的。关键更厉害的，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凤凰衔珠的凤凰衔胆、凤凰衔珠，这两个都是
大绿松石，比我戒指都大。刚这2个绿松石就价值不菲，老坑的啊。凤凰胆、凤凰咸猪，有人说凤凰胆是什么？是木神猪，天地间的绝品神圣之物啊。这个就是一个传说了啊。那么娘娘的话，在那凤冠霞帔它都会有的。所以你看一下这个工艺啊，包括了多少，就是说这种精美的工艺在上面。那这什么时候呢？应该就是晚清到民国时候的珍品。这个座啊，上边都嵌了银丝啊，哎，所以说也是非常非常高兴。你这种东西啊，老人所讲的啊，金翅金银的啊，那这种摆件级别能低了吗？你看这个感觉啊，简直就是说不出来的那种，这就是顶级的奢侈品，非寻常人家能够有的珍宝。哎，你看，咱刚才都没仔细看，你看这细致到什么？这爪子上这种，就是说这凤爪好像就是类似咱们都凤爪没见过，见过鸡爪嘛？你看那上边那种厚皮的那种感觉，就是说皮的纹理都多出来了。你看有多细致，这上边全都掐丝，那蕾丝掐丝啊，还依稀可见的金啊，因为年份太长了嘛。你看这金，你看得有多少节啊？你刚看这一个鱼翅上会有多少个这个蕾丝吧？你看这一点，1、2、3、4、5、6、7、8，就一点一段一段的在分段去焊接啊、锤呀、等等等等各种工艺融合为一体啊，难能可贵啊。所以说有些时候，哎，往往生活就会给我们惊喜啊。你刚这俩绿松石我咱就不说了，珍宝真。好家伙，可以啊！这是我以后，我一辈子都过了，一辈子长，一辈子长。这回我就长。前段时间是公家单位地震处理不同意你们买的我，这是破质量的破家具，乱七八糟都叫我处理，非常费钱。有的就送给我这个，上次我一看，哎呀，你怎么知道是古董的？哦，我就找人问过。好，你不讲明事理，你怎么知道是的？这总共多少干这干活？这总共是89个。那你想卖多少钱呢？这是多少呢？就叫1000多一个。那你多少钱买的呢？那我买的价格等等不一了。要不你别问我多少钱买的？要是你肯定都不是问你能赚多少钱？8个一个，要1万多。你看你这都有坏的了。那是极个别的。那你说最低多少钱了？最低也得1100，这个。900卖不卖？900卖少卖了，你嫌贵。你要是再往回来，要是咱们就去了。我知道啊，他们给我讲来了。你看咱让，我知道你肯定也挺赚钱，你不能说让我也什么呀？因为有的时候很多粉丝啊，哎呦也是很多朋友喜欢这个东西，给他们也来点实惠是吧？你要不你也别1100，我也别900了，咱950。我心了，你这里边还有坏的嘞。那是极个别的。我知道极个别的就不行了，那我挑。要就1100把就出去，我不卖300的。那你让我挑，我给你按1100。不管多少。我950都熟人介绍的呀，我估计你都跟拜占似的。你们这些都收回，以后就发钱了。你收入没就值钱了。我上公安场问过了，一个月好几千一个。行了，就980吧。980行了，980吧。你要再多了，俺拿不着了。本身就熟人介绍的，你行吗？980行，980拿着了，要不俺走了，行吧？你看非得来这一套，一共多少个？一共80多。好，我先好了，我给你。
这就是今天咱的成果哈。我给大家讲一下哈，这东西可了不得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工艺繁缛，唯一一个以皇帝年号命名的艺术叫景泰蓝，它还有一个传统的名字叫做掐丝珐琅，制作工艺非常的繁缛啊。这个大叔啊，应该是捡了一个大漏了，咱也跟着捡个漏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它的工艺呢，用纯铜啊，整个铜胎打造一个铜胎啊，手工锤炼一个铜胎，锤炼完了以后呢，在上边进行干嘛呢？掐丝，把小的这个铜丝一点一点的掐进去，纯手工的，都是纯手工的，并不是说是怎么样。你看这个云朵，好像每一个都一样的，每一个都不一样。掐完了以后再点燃，点燃完了以后呢，再施珐蓝啊，就是再烤蓝啊，烤蓝完了再进行个打磨，打磨完了再干嘛？在上边再鎏金，这上边都是真金的。一擦就出来了，上边有包浆，上边都是真金的，铜再鎏金，外边呢全用珐琅彩啊进行点燃以后呢，再进行高温的烧烤，这个东西就这么珍贵。现在新的一件，就是说咱说纯手工的，用多少去做的，可能成本都好几千一只，有的可能就卖到有点名气的都卖到上万。那这什么时期呢？50年代、80年代高贵期。也不是说普通老百姓家就有啊，那时候就说，这个在对社会有贡献的啊，那些能人吧，有地位的人吧，家里会有啊。那么再一个呢，很多就是那时候走入全世界啊，作为国礼去使用，掐丝珐琅景泰蓝，现在被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国礼相送。那个年代再回不是，那个年代我说了不计成本，根本就不计成本，纯铜制胚制胎。制完胎了，一点点的在上面掐丝，掐完丝以后呢，再点燃，点完以后再烤蓝，烤完打磨，打磨完了再鎏金。我说的很简单，几秒钟说嘛，真正实际的工艺就做这一个东西，那还不是说一时半会儿就能做成的。关键是啊，这东西摆到家里，这是一个传承，它不是说啊，咱现在的就是机器户啊，我啪一弄就出来了，弄出来了，全都是老货，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的，这都是老货了，还有个货。这就是我们的传承，这就是几百年的文化传承和沉淀。儿娶女嫁，金玉满堂福寿年。三江。你家还挺那种打听半天才过来。是吧？这不是要采菜吗？我现在卖的。哦，你看看。我听说了。哎。这不新鲜那玩意儿是吧？我这真是多少年的老古董了。拿里去。拿里去。你不用找我，你不用找我，你不用找我，给我电话。啊，行行。家里卖的。花梨呀，花梨。这就是变形的啊，回龙纹，也叫拐子龙，罗锅式。这都叫起筋呀！你再看就这一点，一般的家具都是。光有这起筋啊，还有弧度，那个时候是没有电动工具的，这就叫起筋的马蹄土。
你这个那你想卖多少钱呢？你看看给出多少钱？我听听你的，他们也说。哎，他们俺不敢让他们看。我这个没法出。那你看最后给出多少钱？你这是吧？找人看过吗？啊？找人看过吗？看过，怎么没看过？也看过，哎。这不瞒您说哈，我也我是喜欢，我专业就是咱干这个，也是他们推荐过来的，要不然咱也找不到啊。不干我的，家有嘛少嘛。这玩意儿放家里真不放心。咱实话实说吧，遇着好东西啊，我确实也是就喜欢。这个东西我能出个10来万就行了。10来万，这真多少年老古董。上一辈两过。是。哎。能够清代。能够清代这个东西。你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吗？反正我不懂过了，反正是老一辈给的那个东西。那时候这叫禅凳。那时候就是说，你家祖房一定是说挺厉害，就那时候人家就是有学问的人，或者说修心养性的人，坐在上面参禅的，就没事盘个腿坐上面，参禅啊，看书啊，打坐啊，这是一个禅凳。就这一件嘛？就这一件它应该得好几件啊。就这一件的，就这一件啊。那盘子碗的，全卖的那时候，老人们给的，是。这个桌子没舍得卖。确实是，就这东西木材好。是。你别的凳子，你看那还有一个老椅子的，那也不敢让你看。你看放起来还是老椅子。那个不要，那个年份前，那个就是80、90年代的。对。你说你放家又不放心，你卖给我多好，我给这个钱，你买多少家具啊？不行，差太多了。那再说吧，那差太多了。没办法，你这个一定放好哈。行。放好盖住，一般就他们来别让看，这个东西价值不菲，不是说便宜货。对，是。其实不敢让他们看，不敢往两人他们。是。我知道，你这要不是熟人推荐，对，你也不敢让来。对。再保持联系。行，你考虑考虑，我跟俺他们商量，要是吧？行，我回去我也出钱。尽量给您一个合理的价格。行。好嘞，你慢走啊。好的。朋友们，你说我现在回不回去？这个就是我现在心情非常的激动啊，这是故作震惊，因为像这种大楼天楼就是百年不遇啊。这是一个清代的一个黄花梨满车的禅凳，记住满车，这是古董行里专有的术语。有些人说是古董行里的黑话，其实不是，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名词，叫满车。记住，满车的意思就是通体全是黄花梨的，没有一点别的木材啊，就整个全是黄花梨做的。知道这个词儿啊？行里人不知道，行外的一定要记住这个事儿。满车像这么大的禅凳非常稀有，就是说你在拍卖会上几十万、几百万都是它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啊！一辈子收藏一件就足以啊！这种东西一定是在那个年代顶级的人物啊，或者说家里才能遗传啊，才能流传下来。对我们古代来说，绝对就是说一种身份的象征。古董行里一直流传一句话，就是说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甚至有的能吃一辈子，你信不信？是有这种情况存在的。我也是就是说多方打听啊，知道他家有个好东西，我就来了啊！我想一口把它拿下啊！同行已经留了名片，你说我其实应该现在就回去，我现在回去给他价越高，可能就更多。有时候收获买和平了100多年台湾你过来吧你别落了这个独立有这狼仙的是不是？然后这就是康熙一个特色鲜明的一个皇帝不服就干，不在战争就在战争的路上。那么咱再说雍正。雍正是一个什么皇帝呢？据说一生为出京城兢兢业业他非常喜欢公务员的这个职业喜欢什么呢？批奏折。据说每天只休息4个小时。这个人心思非常的缜密是一个守江山的一个能手。据说呢，他批的奏折一生达到4万多件，批的奏折无数，据说打几百万字，有说上千万字的，反正就是很累做事很严谨。当然，在严谨的同时，他需要放松所以说他艺术修为也非常高他是一个不在批奏折就在批奏折路上的一个皇帝。那么咱再说乾隆，
玩儿呗啊，就是玩儿。哎，康熙啊，打江山，雍正守江山啊，到了乾隆就玩了啊，六下江南，有说七下江南的啊，不在玩就在玩的路上啊。你看三个皇帝非常的这个各色鲜明啊。我说这个啊，有可能不是特别严谨啊，有点就细说的意思，但是呢，我是为了让广大的藏友记住，就是说三个皇帝各色鲜明，因为政治皇帝的风格影响艺术风格啊。今天说的这康雍乾盛世咱说康乾盛世，其实指的是康雍乾盛世因为雍正在位时间比较短嘛，在位13年，1722到1735嘛，好多人就把它省略了，念起来也顺口。你比如说康熙瓷器上这个青花画的这个上边带鱼的呢，都是拿叉子往上插，就这么猛是一种出击的状态你比如说到了雍正，就是在那垂钓那么到了乾隆呢，有点愿者上钩的意思都表现的淋漓尽致今天说这些也不是无缘无故的。那么等，重头戏就来了。一看这个龙是不是一看底下这几个字就知道这个东西分量不浅。雍正时期的一个青花龙纹折腰握走的一个斗笠展从这个上边其实就非常能体现出刚才我说的那几个特点。你看他画的这个龙非常的这个清秀，而且是用这种淡描或者说线描的方式去勾勒的。那么再看它这个修足包括这个款式字写的铿锵有力，双篮筐修足是典型的官窑的泥鳅背官窑一定是泥鳅背，就跟泥鳅的脊梁一样非常的圆滚这是官窑的一个特征在一个官窑是有制式的，不能乱画我这两条龙是吧？双龙赶珠，我能不能再画一条？不行雍正时期比较就是说清秀疏朗，你看嘛，它留白比较多，是不是？那么乾隆的风格密不透风上边就密密麻麻都画满了皇帝的这个欣赏的这个角度不一样那么雍正的瓷器给人的感觉就是俊秀严谨，一丝不苟，各有各的特征咱们都说康熙仅是良莠，其实雍正呢有过之而无不及你看他这个胎他都能映出里边的龙来，就说明他那个时候胎土可能能淘胎土能打10几遍甚至几十遍之上，淘的特别细有些人很多说火石红，其实火石红是里边没淘干净才出火石红，你淘干净了，几乎火石红很少或者很淡这是特点就有种这种吹弹可破的意思还有一句话是什么恐怕风吹去，又恐日之消就是形容这种白釉的薄胎瓷的这种感觉，就是说放在那里怕风吹走了，然后放到太阳底下怕晒化了，那这种感觉御窑就是官窑的这么一个碗，可能烧这么几百个都不行，都打碎了扔掉只选取最好的进贡给朝廷。你发现了一个事情了吗？不都说这个龙是5爪吗？是不是皇家肯定是5爪，这个为什么是4爪呢那这个就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很多人就是说被误导，很多小白说你这是假的吧但凡说这句话的基本上就是露了怯了。从元明清以来，包括元青花中的龙，你可以看到元青花的龙大约都是3爪的。那么明清2代的当官窑成为定制的时候，那个龙纹依然有3爪或者4爪。官窑里我们说的是官窑里。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是不是？那么咱们今天共同欣赏一下雍正时期的官窑到底有多么美。在那个年代这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我们在欣赏官窑的同时其实我们应该了解历史，了解什么制作的范例。我相信现在这件艺术品放到我们手里，感觉很惊叹。想想1735年距今多少年这个小范的非常非常的平民，喝茶得多钱1万。官窑给人的感觉非常的气，有皇家，也就是说懂与不懂反正那种感觉，那种雅致和那种气息是我们这个，我上去就跟玉一样的润